今天我要用杏鲍菇和地瓜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平常我做的丸子大部分是直接用面粉或是玉米粉，这次我要做的丸子是不需要用到面粉和玉米粉的，一口一个，很好吃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地瓜和杏鲍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一个地瓜，把地瓜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地瓜切薄片。之前我有分享过台湾地瓜的品种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我还分享了在台湾买紫地瓜的趣事，大家也可以回顾看看。把地瓜放入盘中，摆整齐，拿去蒸。用电锅蒸，外锅放半杯水，地瓜放进来蒸。准备一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切片，摆好，切条。接着切碎。我跟我妈都是用脸书的讯息在联络，她是我最忠实的观众，每个礼拜一、三、五的7点，她一定都是准时收看我的这个做菜料理的影片。有一次她看完呢，她就录音告诉我：“你现在越来越厉害足了。”其实呢，我真的还有很多努力需要学习的空间。不过比起以前她眼中的女儿，真的是进步不少啦。因为我以前呢，是真的都不会煮饭做菜的，是一直到有了小孩之后呢，我就开始在做副食品给孩子吃，开始在研究素食副食品要怎么做给这些素宝宝吃。然后常常把自己做的素食副食品食谱啊记录在部落格。到孩子越来越大呢，可以吃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，食物就可以多样化了，我才开始学做菜。然后每天都会分享一些食谱呢，就是文字的食谱，到脸书的社团啊、部落格啊，还有 Line App， 发了好几个月，每天大概都有1则。然后一直到 Line App 要收费之后呢，我就没有再发了，然后就渐渐改用成影片来跟大家分享食谱，就是这些素食料理。说到这里啊，还真的很感谢荧幕后面支持我的每个朋友，非常谢谢你们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也继续把这个杏鲍菇切碎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。冰箱刚好有2条玉米笋，拿出来切切，清清冰箱，把它切圆片。然后再随意的给它切碎，可以了。准备5条敏豆，把敏豆的头尾纤维去掉，把敏豆切碎。我喜欢用这种敏豆切这样子碎碎的，拿来炒饭。把敏豆放入盘中。红萝卜挑选的时候，可以看看外皮上面的纹路、横纹，间隔要分布均匀，须根要比较少比较好，才会感觉吃起来比较鲜嫩。那蒂头是要鲜绿色，没有发黄的，外形是圆柱状的长形，尾部是圆滑的。切开茎部时呢，你可以观察到切面的胡萝卜心。面积要越小越好。那我觉得我挑红萝卜的时候呢，也是要看幸不幸运，因为有时候我买到的红萝卜呢，外形看起来好漂亮哦，可是回到家削完皮切开来看，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孔洞，然后是空心的，皮质不是那么的好。然后我会觉得呢，只要我在超市买那种产销履历的，或者是到有机店去买他们的红萝卜，切起来可以感觉到红萝卜是比较有水分，然后也比较漂亮，也比较好吃。
品质是比较好的，所以就看自己抉择。但我有时候也是会去菜市场买的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条。换个方向，把红萝卜切成碎碎的小丁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现在来准备1颗馒头。之前用吐司做成素汉堡排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这次我要用馒头打碎做成丸子，就不用再另外加面粉还有玉米粉了。清冰箱料理最好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拿来做丸子，做蔬菜煎饼。蔬菜煎饼我在我的素食食谱书有分享一道苋菜煎饼，频道里面也有分享过，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。现在就把馒头切成小丁状。切完片之后切条，切丁，把馒头放进来打碎，先放一半。可以检查看看，颗粒还很大，再继续打。可以了，像这样子，放入大的调理碗中，放入米豆、红萝卜、玉米笋、杏鲍菇、纯白芝麻油1汤匙，酱油1汤匙。二砂糖半茶匙，白胡椒粉半茶匙，玫瑰盐1/4茶匙，咖喱粉半茶匙，把所有调味料拌匀，搅拌均匀了，现在放入地瓜，地瓜蒸好了，把地瓜压烂。已经压烂了，可以了。继续把所有食材拌匀，所有食材都拌匀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它有点湿度，捏得成团，就可以来捏成丸子了。取一小团放在手上，看你习惯做多大颗都可以。记得要这样压一压，用压的方式把它变成圆形，它才会扎实。如果感觉太大颗，可以捏掉一些。准备一个小锅子，锅内放入多一点的油，油热了，放进来炸。先让它炸定型，可以翻动了，定型了。炸成金黄色了，可以取出。
虾米？你觉得像什么？酥酥。我不知道。好香哦。丸子。对。啊。外皮有一点脆脆的，然后里面是松软的。比起用面粉做的话，面粉的口感会比较扎实一点。这个咬下去是松软的，然后外皮是脆脆的。我放下去。好香啊！我怎么吃到有脆脆的？因为我咬到米豆了，米豆脆脆的。我觉得外面皮蛮脆的。外面皮很脆，然后里面是松松软软。我喜欢这样子的丸子，这种口感松松软软的，酥酥，好好吃哦。外酥内软吗？对，入口即化。这吃起来感觉有豆腐的感觉，绵密的。跟我想的一样。所以我之前没放豆腐，绵密的口感，好好吃哦，脆脆的，因为有那个玉米笋跟米豆，然后外皮酥酥脆脆，好吃好吃。不能吃太多了。这个这样子摆盘也可以当成年菜，大家可以试做看看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刀料理见，拜拜。你吃小黄瓜，妈妈也是喜欢配小黄瓜好清爽哦。完全不用沾酱，就很好吃了。我觉得。